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原来坑我们的不是别人，就是国内的自己人。丰田掌门人丰田章男斥责中国经销商心黑贪婪，在日本卖30万的埃尔法，到了国内竟加价卖到100多万。丰田章男表示，丰田公司向中国出口汽车时，从来没有加价卖，完全是中国经销商自己的行为。并且环报出阿尔法的出口定价仅为20多万。原来埃尔法从日本运到中国，只有上海的一家公司掌控着进口的独家渠道，原因就在于它手握国内唯一的3C 认证。一辆原本20万的埃尔法，到了国内缴纳关税等必要税费后，经销商还要再加价40万。如此算来，国内每月埃尔法的进口量大概在2500辆左右，而经销商每月就能赚取约10亿的利润。听说这家经销商的背景不简单，估计多少沾点独特的基因，就连丰田章男都对此深感困惑。一辆在日本仅作为普通家用车，价值20万的面包车，在中国经过层层加价达到100多万，却依然有大量国人热情追捧，争先抢购，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当然，新年第一天也有好消息。北京在1月1日推出了新的自动驾驶法规，旨在促进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并确保交通安全，为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市场主体指明方向。很多网友表示，这算是给国内汽车自动驾驶来了一个新年祝福。但我觉得更像一个炸弹，制定条例的那些人似乎还不清楚国内智障驾驶是什么水平，就在这里瞎搞。条例中最主要还是事故责任划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相关责任的划分将依据具体情况进行。一般来说，如果是自动驾驶系统的故障导致事故，制造商可能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如果是驾驶员未能及时接管控制，驾驶员则需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呢，会给自动驾驶的车辆单独挂特有车牌，交更多的保险等。重要的自动驾驶技术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例如当系统面临不可避免的事故时，怎么决策？是保护车主安全，还是优先考虑行人、其他车辆的安全？并没有说明。全部看下来，就是在车企满足一些规定，就可以自动驾驶上路了。对于现在车企吹嘘的智障驾驶而言，完全是一厢情愿。纯靠夸大宣传洗脑下的遥遥领先，如果再过段时间测试通过，号牌一发就直接上路了，可以想象真的是灾难的开始。一群智障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心里默念遥遥领先，一头就扎进了花坛，就有的看了。油车都造得不合格，就想遥遥领先搞自动驾驶，真的匪夷所思。听听这个拖拉机般的声音，这还是比亚迪说的颠覆性技术，简直辣眼睛。在补贴和各种忽悠之下，买了这些工业垃圾的人确实很悲哀。有网友就在新年第一天给爱车拍了一段这样的影片。听哥你好，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我来给你洗个热水澡，咱们再来重新的认识一下。我是2022年10月份买了你，10月1开始跑了第一天，然后再顺利跑过一年，在2023年开年的时候遭受了大降价，15万买了你，说了降到79800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那个79800了是个混动的，跟你不一样，质量跟你也不一样，我选择相信。在10万公里的时候，2023年9月份10万公里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让你的这一个轮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住院住了10来天，不过出来之后一直都是顺利，干到现在2025年啥事都没有，中间有过一次小刮蹭，赔了人家900块钱，不过原因都在我不在你。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洗个热水澡，然后拿了点东西，这是个东来买的复合营养果蔬汁儿、番茄汁儿，我从来没有喝过，今天让你来喝。然后还买了一包未拆封的玉溪，今天来孝敬你。然后呢，咱这开车嘞，搁路上跑嘞，不能喝酒，咱都喝点这种有营养的，抽点这种一般的妥了。以后我好好开你，
你也好好带我，好好拉住我，我好好看你，咱平平安安的把钱挣了。在2025年，希望你能拉住我去更多的地方，拉更多的钱。谢谢，谢谢。以后咱长期合作。今天弄个热水澡吧。哇，热呀，这热水。对了，这么晚了给你拧开了，你看看。这是冻来了番茄汁儿，你喝一点吧，尝尝咋样？好喝不好喝？好喝了给我说一声啊，下回还给你买好喝了。来吧，搁这玉溪给你拆开怼一根吧，你也别嫌赖，弄根赖烟好不好？我觉得气氛都到这儿了，怎么得也要磕一个才合适吧。比亚迪巴西劳工事件的第一次听证会的结果它已经出来了，这定性听起来很严重，搞不好有人要坐牢。最新消息，巴西的公共劳动部、联邦公共事务部、劳动和就业部、联邦公共辩护人办公室，还有司法和公共安全部的代表，那么就比亚迪在巴西的劳工事件，它举行了一个联合线上的听证会。听证会讨论出以下结果：第一条呢，就是劳工终止雇佣合同，谈判完成之前，这个获救劳工的生活，它由比亚迪和金匠建筑公司负责安排。我能扛得住，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第二呢，就是相关部门决定在1月7日举行新的听证会，届时呢，他会提出一项限期整改提案。那么以此来评估比亚迪和金匠建筑公司，你还有完没完？差不多行了呀。第三条呢，就是对解救劳工这个事情定性啊，即这些工人是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国际劳工贩运受害者，其生活工作条件类似于奴隶制。哎呦，这个帽子扣得很大。但是呢，比亚迪和金匠建筑公司，他对这个我反对。第四条就是联邦公共事务部要求分享收集到的证据，以便在刑事领域采取措施。也就是说，这个案子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那么就不排除未来有一些人在巴西做养老的可能性。第五呢，就是比亚迪和金匠建筑公司承诺向巴西公共劳动部次提交这163名涉案劳工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他们的居住地详细信息。不过不知道这里说的这个居住地点是不是国内的居住地点，这是为何？第六点呢，就是巴西联邦公共辩护人办公室与联邦税务局，它是达成了个协议啊，以方便比亚迪公司为这些劳工申请巴西个人纳税人注册标识，通俗理解它就是个人的税号。金匠建筑公司呢，必须将这个涉案劳工啊，说是先带到这个邦警察局，先完成这个国家移民登记之后呢，联邦税务局他才会为这些劳工签发 CPF。有了这个 CPF，巴西相关单位它才能完成劳工的终止合同和支付赔偿等相关操作啊。第7点呢，就是有7名劳工他被获准于2025年的1月1日啊，就是元旦节那天回国。那么比亚迪他对这7名劳工提供回国机票，以及每人120美元的差旅补贴。以上7条呢，是来自于巴西公共劳动部发布的公告。不过呢，有些关键性的问题，这个听证会它还是没有涉及到啊。第一条就是是否允许这些中国劳工他在监督之下和这个比亚迪新聘用的外包建筑公司展开这个谈判，从而获得新的这个工作合同，并继续留在巴西工作。毕竟是用熟不用生嘛，你看我还有机会嘛。第二点呢，就是巴西方面它是否为涉案的劳工确认了赔偿标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呢，这个比亚迪工厂建设工地上的巴西当地劳工，他们的生活、工作的条件，还有福利报酬，他是不是和中国劳工他是一样的，是不是同工同酬，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确认。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要确认这件事情是不是外国势力在作妖，看看比亚迪工厂建设工地上巴西劳工的待遇他就明白了。这里给比亚迪指条明路啊，如果这个巴西劳工的生活工作条件还有他的这个福利报酬，那就基本上和中国劳工一致，但是呢，这个巴西政府却只揪着中国劳工不放，那就是外国势力在作妖，总有刁民想害朕，路已经指出来了，就看比亚迪敢不敢公布生活工作条件还有福利待遇报酬了，应该不会公布，公布了就全部露馅了。但是国内的一些人好像看不到这些一样。
他们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说是有其他车企花钱让他们说这件事，故意去抹黑比亚迪，而且费用还挺高，有上万块。可是呢，他们这些自媒体的博主呢，又不接这个活儿，反而把这个内部消息爆了出来，看着这挺热闹。哎呀，哥们儿，涨价了，1万！大哥，现在万元户了。就整个事儿呢，有人出资找文小略写一篇公关文吧，是属于是他把这人就推给我了。那我们俩多敏锐呀，当时就嗅到了那么一丝丝异样的味道。名义上是要黑比亚迪，但我觉得不对劲儿，我就尝试性地问了一嘴。果然，商业互黑是虚，制造社会舆论是实。哎，你这玩意儿绕好几个弯，一石二鸟呗，用小恶掩饰大恶，就这事儿犯了，顶多就是个商业互黑，是吧？套话过程中真实的目的，谁接了这个活，包括转账记录都有。没想到吧，我跟文小略这鼻子，这嗅觉堪比哈士奇，不输萨摩耶，多敏锐！商业互黑就是顺带的。但该说不说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虎啊是奸呢。你要说虎吧，这操作模式就很有隐蔽性，就跟我对接的这姐们儿，她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干的到底是啥事儿。你要说他们奸吧，你但凡长一点脑子，你也不能把这活派到我身上来呀。所以这要是让我总结一下的话，制定计划的人很聪明，但执行的人，你不三炮吗你呀？你们这个人才这个培养这个节奏有点断档啊，属于是后继无人了啊，属于是这也没有什么职业素养啊，就几句话我全撂了，一点成就感都没有，甚至有种被傻子盯上了的耻辱。最后近期借比亚迪之名带节奏的那些视频主，你们啊有一头算一头，自己收多少钱自己心里清楚。我能反应过来，这不是单纯的商业互黑，我不信你们比我傻多少。不收钱还能算是观点上的辩论，收了钱你是什么性质自己琢磨。而且才给你多少钱你就把自己给卖了，给我1万，你们2000，看看你们那个不值钱的样子，他妈当汉奸都得当最贱的那个。现在墙内网上，比亚迪巴西事件已经完全反转，比亚迪成了受害者。这些奇怪的思路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对于最近的非洲打砸事件，有网友就问出了这样一个疑问，确实问得很尴尬。他表示，人家开着我们赠送的猛士装甲车撞开了我们企业的大门。我查了一下这个国家呀，在非洲的东部，太不起眼了。以前呢都不说了，就说今年这咋回事呀？先有墨西哥突然关闭义乌小商品城，这又来个莫桑比克的打砸抢。我怎么感觉或多或少，今年到现在到这个年底，全世界都在抵制我们。都是感觉到走到哪都是那个软柿子，缅甸是嘎腰子，电信诈骗比我们穷的，给钱给物还是看不起我们，比我们富的也是处处排挤针对我们。你说这100年前这样子啊还可以理解，那时候穷软弱，可今日的东大那是何等的强大呀，遥遥领先，清场是遥遥领先呀，怎么还是这样？那非洲很多国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来的勇气想不通？这是不是进一步的证明，金钱买不来人性，更换不来有异样？老美对我们的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外企撤资规模又创了这个新的纪录。第5次申请 CPTPP 也失败了，用手吃饭的印度也禁止我们的食品进口，还加征关税。那到现在为止给我们家征关税的，那以前的那就不说了啊，那原来不友好的那就不说了，什么沙特、俄罗斯、巴基斯坦，几乎感觉就是一夜之间画风突变，没朋友了，都在针对我们，都是喂不熟的狼崽子。我发现我感觉好像外面这些国家呀，都想着要从我们的身上咬一块肉下来一样。问题出在哪里？按理说我们就现在我们这个经济体量，我们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产业这么完善，那生产出来的产品那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啊，物美价廉，应该是双赢的局面啊。是我们错了，还是别人人品有问题啊？是没有学习过儒家文化感恩吗？哎，你们谁给我们说说问题出在哪里了？我实在是想不通。相信很多人都会不理解，怎么每次抓到的都是有大便的那一头？俄罗斯是，朝鲜是，现在伊朗都解除了互联网限制，还被曝光伊朗网络防火墙是中兴搞的，要成独家寡人了。
只能自己跟自己玩，就像新能源电动汽车一样。有家新能源车企6月份的财报显示，负债高达5300亿元，而年利润最多只有300亿元。按这个利润水平，想还清债务至少得15年，而且这还得在每年销量和利润都不变的情况下。大家觉得这现实吗？我认为，如果经营上稍有不顺，电动车行业可能会步恒大的后尘。从恒大到5G，再到电动车，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确实是制造大国。一旦我们盯上某个领域，短时间内就能大量仿制，这是我们的优势。但产品不仅要能生产出来，还得卖得出去，有利润才行。即使销量再高，若没有利润，不就是在内卷吗？我们总担心国外会对我们制裁，担心他们技术封锁，担心他们对我们的汽车出口提高关税。但我们更该担心的，恰恰是国内汽车行业的内卷现状。内卷会让整个行业从上到下的每个环节都赚不到钱，越干越不赚钱，最后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崩溃，就像房地产行业一样。当行业出现内卷，企业往往缺乏研发能力，缺乏市场推广能力。如果产品没有真正的科技含量，消费者不认可，那么生产的产品就难以变现，无法支持后续的研发和技术升级。有人可能会说，国产新能源电动车更新速度比手机还快，这不说明我们的实力还可以吗？其实，这种不正常的快速更新正是内卷的表现。这不是技术的迭代升级，而是用假技术忽悠消费者，为了抢占市场。结果是，消费者被割了韭菜，企业自己也没赚到什么钱，所有新势力造车都陷入了内卷的漩涡。靠国家补贴，靠政策支持，企业还能勉强维持。但要想做大，最终的市场必然是世界市场，而不是国内的1亩3分地。国家可以给车企补贴，给消费者补贴，但国际市场能吃这一套吗？